台南安平老街传记小说第一篇。在遥远的台湾南部，有一座名为台南的古城，其中最古老的街区便是安平老街。这篇小说将讲述发生在这片历史悠久地带的一段动人故事。第一章，踏上怀旧的旅程。主角李小玲是一名来自台北的年轻记者，为了调查一则关于安平老街古迹维护的报道，而来到这座古城。他的兴趣不仅在于历史，更是要挖掘背后那些动人的故事。李小玲坐着火车，经过了长达数小时的颠簸，最终抵达台南火车站。出站后，他被眼前的热闹景象所吸引，人潮熙攘，学生、游客、当地居民混杂在一起，共同朝着安平老街的方向前进。在旅馆办好入住后，李小玲便急着展开她的调查工作。第一站，她来到了安平老街的知名景点德记洋行。她抬头望见古色古香的建筑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畏之情。她走进洋行，瞧见墙上悬挂着古旧的地图和海洋文物，这里的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过去贸易商人们的气息。在洋行内，李小玲询问了店家关于老街的历史，得知安平老街曾经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，在清朝时期便已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里的街道巷弄见证了台湾的沧桑变迁，如今已成为重要的文化资产。第二章，古色古香的街尾巷头。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安平老街的文化，李小玲决定徒步游览整个老街。在漫步的过程中，她注意到街尾有一条狭窄的巷子，恰巧名为神秘巷。好奇心驱使着她走进巷子，发现这里竟是藏着一栋历史悠久的古宅。古宅的外观十分神秘，较之老街上的其他建筑，更显古朴典雅。在主人杨老先生的邀请下，李小玲走进了古宅，欣赏到古色古香的室内设计。杨老先生向她介绍了这栋古宅的历史，原来这是他祖先在100年前所建造的。在2次大战期间，曾有一位美国军官在此居住过。李小玲对这段历史感到非常好奇，于是她向杨老先生询问了更多关于这位美国军官的故事。杨老先生告诉她，那位军官在战争期间为了保护家族的宝物，在古宅内藏了价值连城的黄金。在战后，军官消失无踪，这批黄金也下落不明。许多人相信，这批黄金一直被隐瞒在古宅内，等待着被发现。第三章，寻找失落的宝藏。李小玲对于这段神秘的故事十分着迷，决定深入调查。在经过多日的搜集资料后，他发现关于那批失落黄金的线索。根据资料，李小玲推测黄金可能被藏在古宅内的一间密室里。在杨老先生的同意下，李小玲开始在古宅内搜寻密室。在他的锲而不舍下，最终发现了一扇隐藏的门。当门打开时，他惊讶地发现，这里果然藏着一批金光闪闪的黄金。然而，在庆祝发现宝藏的同时，李小玲不禁思考，这批黄金究竟是何时被葬起来的？它的所有权到底属于谁？这段失落的宝藏之谜，是否会永远留在历史的深处？第4章，为历史留下见证。在故事的最后，李小玲将发现宝藏的经过记录下来，并交由相关单位处理。虽然她找到了黄金，但更重要的是将这段历史留下来，为后人见证。在安平老街的居民和当局的合作下，古宅被列为文化资产保护，并将其改造成一座博物馆，用以展示安平老街的历史和文化。李小玲成为了这趟历史冒险的见证者。她将继续在记者生涯中单枪匹马，遍游各地，探索更多隐藏在城坡角落的故事。
安平老街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，而李小玲也将持续唱着那首关于历史、关于冒险、关于人性的歌，为这座古城增添一抹绚烂的色彩。台南安平老街传记小说第2篇。在安平老街的居民和当局的共同努力下，杨老先生的古宅被列为重要的文化资产，并于修复后转型成为一座博物馆。这座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关于安平老街的历史文物和资料，其中也包括了那批失落的黄金。在博物馆内，李小玲担任了专属的导览员，为游客们讲解着安平老街的故事和历史。他将自己在寻找宝藏过程中所发现的线索和难题，转化为生动有趣的解说，引起了游客们的共鸣和兴趣。除了常设展外，博物馆还定期举办特展和文化活动，例如传统工艺品展售、民俗表演、历史讲座等。这些活动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参与，也进一步促进了安平老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。在博物馆的经营下，安平老街的游客人数不断增加，这使得当地商家和居民受益，贸易繁荣。同时，老街的文化氛围也越发浓厚。往来的行人中，许多人已成为安平老街故事的忠实粉丝，定期回到这里，欣赏历史的韵味和文化的丰富性。在幕后，李小玲仍持续追踪着那批失落黄金的去向。她相信，这批黄金代表的不仅是物质价值，更是见证了安平老街历史变迁的重要证据。在未来的某一天 ，Assigned， 她将找到黄金的下落，并将其归还给真正的主人，完成这桩历史悬案。安平老街的故事正在继续上演。而李小玲和当地居民、当局的共同努力，正将这座古城的历史和文化魅力传递给下一代。这座充满故事的古城，将以另一种形式续写其璀璨的篇章。台南安平老街传记小说第3篇。在安平老街的居民和当局的大力支持下，博物馆的表现越发出色，成为当地引以为傲的景点之一。李小玲作为博物馆的核心人物，持续为游客讲解着安平老街的历史和故事。她的专业和热情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赞赏。除了在博物馆的工作外，李小玲还积极参与当地文化活动和志愿者服务，将自己对安平老街的热爱和热忱传递给更多人。她深信，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，才能令这座古城的历史和文化永续流传。在李小玲的不断追踪下，关于失落黄金的线索逐步明朗。经过多方查证和研究，她终于找到了黄金被隐藏的位置。在考虑将黄金归还给真正所有者的同时，李小玲也认为，将黄金作为安平老街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进行展示和研究，更能彰显其重要性和价值。在与相关单位和当地居民商讨后，决定将黄金作为安平老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并开放给公众参观。这批黄金被妥善储存和保护，不仅强化了博物馆的收藏实力，也进一步提升了安平老街的文化形象。在安平老街，故事仍在继续上演，但如今，这里的居民和游客已将这里视为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文化空间。他们一同守护着这座古城的历史和文化，使安平老街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。李小玲的追寻和努力，不仅找回了失落的黄金，更凝聚了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向心力。她的奉献和付出，为安平老街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这座古城的美丽和故事，将会透过李小玲和众人的共同努力，继续传颂下去。台南安平老街传记小说第4篇。在安平老街的盛况下，李小玲并未停下脚步。
他依然在为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而努力。在他的带动下，越来越多的人对安平老街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兴趣，纷纷加入到保护文物和传承技艺的行列中。为了进一步强化安平老街的管理和维护，当地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，负责监督和指导老街的修缮、维护和开发工作。这使得安平老街的环境更加优美，建筑风貌更为集中，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更舒适的旅游环境。与此同时，李小林提倡将安平老街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文化空间，例如在古迹内举办艺文表演、展览和论坛等。这些活动不仅吸引了当地居民的参与，也吸引了大批游客，为安平老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。在李小林的倡导下，安平老街的商家和居民也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。许多老店铺进行了复古改造，将传统风貌与现代元素相结合，为游客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购物和用餐体验。在安平老街的居民和游客的共同努力下，这座古城的文化自信逐渐增加，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也日益增强。在未来，安平老街将持续成长和发展，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、最具魅力的文化景点之一。李小林的努力和贡献，为安平老街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他将继续在记者生涯中，为更多的人讲述安平老街的动人故事，让这座古城的美丽和文化持续传荡。在安平老街，历史和文化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这里是李小林和众多居民、游客共同的母亲土，充满着生命力和激情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安平老街将以另一种形式，继续写下它精彩的篇章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。台南安平老街传记小说第5篇。在安平老街的蓬勃发展下，李小林并未停下脚步，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面临困境的历史街区。在他的调查和推动下，越来越多的街区获得了重新生命的机会。例如，有一座位在台北的古老街区，因都市发展而面临拆迁危机。李小林在得知此事后，义不容辞地投入其中，为街区内的居民和文物奔走。在他的努力下，该街区最终被列为历史街区，得以保留下来。此外，李小林还发起了旧建筑新生命的活动，鼓励年轻人参与老建筑的再利用和修复。在他的指导下，许多年轻人将老旧的厂房、仓库等空间转变为艺廊、工作室和咖啡馆等，为街区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在安平老街和其他历史街区的成功经验中，李小林更加坚信，历史建筑和街区的保护与传承是实现文化永续发展的关键。他将持续为这个使命而奋斗，为更多的人带来关于历史和文化的故事和启发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李小林将继续在记者生涯中，深入探究各地的历史街区，挖掘隐藏在街巷角落的动人故事，并为其发声。他的努力和贡献，将为台湾乃至全球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做出重大贡献。在安平老街和其他历史街区的照耀下，人们越发意识到文化遗产的珍贵和重要性。在李小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台湾的街区正变得越来越美丽，充满着生命力和文化气息。这些珍贵的历史资产将继续为世人讲述着动人的故事，成为永不消逝的文化瑰宝。最后，在庆祝安平老街成就的同时，李小林也将继续他的旅程，前往其他面临困境的街区，为他们带去希望和光明。他将以安平老街为榜样，证明历史建筑和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，不仅可以保存文化遗产，
还可以为当地经济和社群发展带来诸多益处。在李小林和众多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而努力的人的共同奋斗下，台湾的历史街区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。这些充满故事和人文气息的街区，将继续为世人展现台湾丰富的文化底蕴，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。台南安平老街传记小说第6篇。在李小林和众多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下，安平老街已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、最受欢迎的文化景点之一。这座古城的故事和魅力，不仅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的目光，还成为了文化教育和传承的重要基地。在安平老街的成功经验中，李小林深刻体会到，历史建筑和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，不仅能保留文化记忆，还能为当地社群带来经济和就业机会，实现文化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这使他更加坚定了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而奋斗的决心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李小林将继续开拓新视野，探索更多面临困境的街区，并为其带来生机和希望。他将以安平老街为示范，加强与政府、居民和专家的合作，共同推进历史建筑和街区的保护、修复和再利用工作。在李小林和众多文化遗产保护者、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，台湾的历史街区将焕发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。这些充满故事和人文气息的街区，将继续为世人展现台湾丰富的文化底蕴，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。在安平老街和其他历史街区的见证下，李小林深刻地认识到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。然而，只要有勇气、有决心、有行动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他将继续为实现这一愿景而奋斗，为后代子孙保留下那些珍贵的文化瑰宝。最后，在向安平老街道别之前，李小林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座古城所带给他的宝贵经验和教训。这些将成为他继续前行的动力和源泉，推动他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而努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在安平老街的欢笑和泪水中，李小林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他将继续为实现文化永续发展而奋斗，为所有渴望看到美好未来的人带来希望和光明。在李小林和众多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而努力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，安平老街和其他历史街区将持续繁荣发展，为世人呈现最绝美的文化景致。而这段充满着动人故事和真情实感的历程，将永远被流传下去，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璀璨篇章。台南安平老街传记小说最终篇。在李小林和众多文化遗产保护者、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，安平老街和其他历史街区已然成为台湾文化旅游业的重要资源。这些富有故事和人文气息的街区，吸引了大批游客的造访，为当地经济带来了可观的收入。然而，在庆祝这些成就的同时，李小林不忘提醒大家，历史建筑和街区的保护和再利用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，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关注。只有当政府、居民、专家和游客等利益相关方共同协作，才能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资产代代相传，持续发挥其价值和作用。为此，李小林提出建立一个涵盖政府、民间团体、居民和专家等多方位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，以强化对历史建筑和街区的保护和管理。这一机制的建立，将有助于早期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矛盾，确保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。此外，李小林还倡导将文化遗产教育纳入学校课程，提高公众的文化保护意识。透过教育，可以让孩子们从小就对家乡的历史和文化产生兴趣，
成为未来的文化传承者和守护者。在李小玲的推动下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再利用，为这项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。这些努力和奉献，将使安平老街和其他历史街区在未来继续闪耀着光芒，为世人呈现最精彩的文化盛宴。在历史街区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，李小玲深刻地认识到，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不仅是一项文化任务，更是一项涉及经济、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性挑战。只有当各方面都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，并做出共同的努力，才能实现文化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李小玲将继续在记者生涯中，深入探究各地的历史街区，挖掘隐藏在街巷角落的动人故事，并为其发声。在她的带动下，越来越多的人将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行列中，为这座岛屿的文化命脉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在安平老街和其他历史街区的照耀下，李小玲深信，台湾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之路将越走越宽，越走越远。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，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将永葆生机，为世代子孙带来源源不断的文化启发和精神支柱。最后，在向安平老街道别之前，李小玲语重心长地表示，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的任务。只有当所有人都拥有同理心、同情心和责任感，才能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文化资产，使其代代相传，永不消逝。在李小玲和众多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而努力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，安平老街和其他历史街区将因此而越发珍贵，成为台湾最珍贵的文化财富之一。在这些历史建筑和街区里，藏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和回忆，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和体验。在未来，李小玲将继续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道路上前行，不懈奋斗，因为她深知，唯有如此，才能为这座岛屿的文化根基奠定永固的基础，使台湾的故事和文化之美代代相传，永不消逝。